长隆动物园宠娃到底有多豪横？今年给大熊猫帅帅的生日礼物，竟然是一台造价30万、会旋转还能升降的咖啡杯。帅帅淡定地坐在上面酷炫竹子，看得出来早已见惯了这些新奇的大玩具。毕竟去年的生日礼物是一艘龙舟，而他弟弟的礼物是一辆旋转小火车，能360度展示拉式角度的那种，并且这辆火车造价30多万，还设置了广州、拉萨、北京、上海4个站点，真正做到了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到直达拉萨的快乐。工作人员还考虑到酷喜欢趴着睡，于是特意安装上雷达系统，避免小家伙被误伤。只要他靠太近，小火车就会立马刹车。而前段时间萌萌成功生下宝宝，长隆恨不得将这个好消息昭告天下，就连地铁站的 LED 屏都进行了投放。这下全世界都知道他家熊生宝宝了。不仅如此，长隆还贴心的给游客发了猪脚姜，让所有人都沾萌萌的喜气。不得不说，长隆动物园真的是财大气粗，宠孩子无下限的长隆动物园，甚至还特意给萌萌和熊猫幼崽做海报。只是这画风在搞笑和宠溺中横跳，360度无死角设计，超绝外形，颜控必备，搭载萌2代系统，5根手指根分明，自带防沉迷，喝奶5分钟，睡眠3小时。这知道的是长隆为自己孩子打 call， 不知道的还以为改行卖手机了呢。对孩子的喜欢之情都快溢出屏幕了。事实上，菊笑生3胞胎的时候，长隆就展现出超强的应援天赋，广告都打到隔壁广西的地铁了。一到夏天，长隆还给滚滚们安排上冰床，这可不是从冷库随意拉来的冰块，而是根据熊体工学研究出来的制冷系统，不仅24小时通电，还不会粘毛。一个冰床造价10几万，而龙公主独自一熊就有5个。相比于抱着冰块降温的滚滚们，这里的熊猫简直过着神仙日子。饲养员们一个比一个心灵手巧，照顾大熊猫的同时还要做各种玩具。茅台、大哥大、直升飞机应有尽有，吃个笋都能整出来满满的仪式感。大姐萌萌还有一整套纯手工编织的竹帘梦幻公主床，而长隆主打的就是一个1碗水端平，不仅将国宝宠上了天，其他小动物也被用心呵护着。大猩猩能抱着菠萝蜜大快朵，就连老虎也住上了东北风情的农家院，考拉也有自己的专属小秋千。长隆才是真正的毛孩子乐园，无论是自带流量的国宝还是其他动物，都被饲养员们凭实力宠上了天。震惊！熊猫圈再次出现性别乌龙事件，一觉醒来，花花的瓜弟弟竟成了瓜妹妹。那会儿那个熊猫的那个性别有点复杂，荷叶是妹妹，一头就不能喊。从前谭爷爷叫荷叶都是中气十足，如今也悄咪咪换成了家子。花，荷叶过来，在。我在出差2天，你们姐妹有没有好生吃竹子？只能说还好荷叶年龄小，不然等到婚配实在被发现的话，估计又要和他的老爸美男一样，成为熊猫圈新一任的女装大王。要知道小叶子性格特别调皮，熊来疯的她每天变着法的惹花花。花宝鸡造青团时，她也要冲出来一个猪扑猛进回家撞翻。花花只是好好坐着发呆，荷叶也要冲出来砸对方的脑袋瓜。老姐的大脸蛋儿也是说踩就踩，毫不手软。捣蛋鬼和一旁的安静的花花形成强大反差。只能说，由于荷叶当年太瓜，这才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完全给掩盖住。但其实荷叶变女娃也是有迹可循。小家伙受伤痊愈出场时，一改往日的活泼，变得稳重，就连步伐也变成了优雅的小碎步。其实荷叶早就已经暗戳戳告诉姨姨们真相，奈何两脚兽压根不敢往那方面去想。有着待宰公猫之称的他，将花花当成女儿照顾。刚搬到幼儿园的那段时间，花宝鸡经常想妈妈，每当这时，荷叶总会一把将对方拉过来，学着妈妈的样子搂在怀里喂奶。如今看来，他的这个行为是母爱大爆发。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荷叶总是上演姐妹情深的戏码，比如莫名其妙的亲姐姐，像霸道总裁那般捧着对方的脸蛋。可网友们却宁愿相信叶子不知道花花是自己的亲姐姐，可没怀疑过她的性格。荷叶还是个心思细腻的小熊，因为喜欢花花的两脚兽更多，流量更高，所以只要姐弟俩打得闹闹，他难免会受到一些不良游客的区别对待。仅仅是站在姐姐面前，那假粉丝也要言语攻击。换做其他小熊早就生气跺脚，可荷叶却是躲到一旁独自承受生气。他对喜欢自己的粉丝也是特别温柔，动不动就来个飞吻，甚至还对两脚兽的有求必应，说转身就转身，说挺背就挺背。本以为荷叶是大暖男，原来是小女孩的体贴与善解人心。此瓜一出，网友们大跌眼镜，纷纷不敢接受。不过变妹妹的荷叶也有一个好处，性别一致的花叶也不用那么快离开了，像小伙伴爱九闰月那般相互陪伴，这对姐妹花在一起的时间也能更久一些。只希望花花性别上可别闹出什么乌龙，不然美兰家族将名垂熊史了。旅韩大熊猫福宝4月份将落地避风峡，将送2位爷爷与公主的故事要结束了。 여러분들의 많은 사랑을 받던 우리 푸바오가 4월 초 새출발을 위해서 이동하기로 했습니다. 2位爷爷公布消息时眉头紧锁，明明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刻，但当真正来临，还是没能忍住伤感之情。
福宝在韩国的3年多，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真心爱他的江爷爷和宋爷爷，他们深知宝贝孙女的脾性，面对敏感细腻、有着高情感需求的福宝，投喂时江宋爷爷从不会把食物丢给小家伙，而是亲手放在木架上，尽可能给公主最大的尊重与照顾。手工达人宋爷爷亲自打造各种各样的玩具，让宝贝孙女有了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。夏天的时候，2位爷爷会给福宝做冰饮降暑，还在院里给他挖了一个小水池游玩。冬天的时候，江宋爷爷会为福宝人工造雪，只为让大孙女感受人间的一切美好。他们会陪着福猪猪玩捉迷藏，还会抱着小家伙玩滑滑梯。虽然福宝长大了不能近身，可2位爷爷还是经常陪孙女唠嗑，并且每次前来还会准备美味的食物。就连中方派去照顾爱宝坐月子的吴冷大，因为多日的相处也看到了他们的真心。他们真的很爱当熊猫，我从眼神里就能看出来。韩国的2位爷爷对福宝尽心尽力，但福猪猪回国后更是被万千宠爱的小熊。就在昨天，小家伙又被外交部点名了。相信无论福宝身居何地，均会得到精心的照料。仅仅一句话证明了祖国对他的重视。要知道，福宝去年过生日时就引起一阵轰动，不仅有韩国粉丝蜂拥而至，驻韩外交官也亲自当场庆生，还为2位爷爷和爱宝乐园颁发奖牌。央视更是全方位报道生日会整个过程，这个待遇放在整个熊猫界都是炸裂的存在。福宝在韩国有数不清的综艺，可央视网也为小家伙预定好了节目，将在他回国后开通大熊猫频道。老家的小熊们看到后都得羡慕坏了，足以证明福宝可是受国家重点关注小熊。他回家后的待遇定能再飞上一个台阶。况且去年年初回国的香香公主和小福拥有相同的户口，住在避风峡基地的她也过得非常幸福。在饲养员的用心照顾下，从一开始的紧张不安到现在情绪稳定，他甚至还能欣赏着山间的自然风光和吃不完的新鲜竹笋。这就是福猪猪回国后生活惬意的最佳证明。无论是2位爷爷还是国内饲养员，相信他们对福宝的爱意永远是至多不少。看到香香回国后从应激到温顺的转变，才明白国内不乏有爱的饲养员。近日海龟小公主回国纪录片在央视正式播出，印象中拘谨优雅的香香在刚回国时，因不适应新环境表现出暴躁不安的一面，在内舍来回狂奔，不停绕圈爬墙。奶妈为了让小公主尽快适应新环境，特意用四川话和她交流，谁料一向温顺的小家伙竟直接发怒，还发出奶凶奶凶低沉的闷哼声。我一进去他就吼我，我一进去他吼我，而且吼得很大声，狂吼的那种状态。起初奶妈也被这一反应吓到了，但为了安抚香香公主的情绪，还是选择继续陪小家伙唠嗑，奈何效果不大，就连新鲜可口的超大笋笋香香也提不起胃口。小家伙几天几夜没吃饭，奶妈担心不已。这猫很奇怪呀，它饿了，它几天都可以不吃的，它喝点水，它就不吃你的东西。经此之后，奶妈更加注意起来香香的习性，还观察到小家伙在日本时偏爱竹叶，于是特地送来新鲜的竹叶，可他只是抢过来闻了一下就立马甩开，甚至搞起来破坏，对着食物发火。即便是奶妈拿来各种稀有昂贵的黄金竹，香香却一概不吃，就连看都不愿多看一眼。奶妈又不厌其烦地尝试了好多方法，最后发现还是小苹果管用。看到香香能够大口吃着果果，她赶忙去山上亲自采集各类竹笋。把园区里面这周边我能砍的竹子，我基本上都给它砍了4了。万幸多日的努力没有白费功夫，香香终于能敞开肚皮大快朵颐。他在干饭时还会特意来到奶妈身边，在饲养员尽心尽力的照顾下，一人一熊终于破冰。每当奶妈一叫香香公主，也会给出回应。香香，过来。好，真棒。香香一改往日的局促不安，变得温顺懂事，不仅能接受了奶妈的近身投喂，还允许对方给自己按摩肩膀，甚至因为乖乖吃饭，体重一度飙升到202斤。然而到了去院子里散心时，奶妈依旧时刻注意着宝贝的状态，还和香香玩捉迷藏游戏。小家伙一开始还一动不动迷惑对方，没一会就叼着竹笋躲在了草丛。他平常面对游客也是活泼爱玩，经常隔着玻璃贴，动不动就表演新学的武士绝技。香香的状态比当初在日本时还要灵动。香香的转变得益于奶妈的尽心照顾，看来被爱真的能让人发生巨大改变。谁能想到自从荷叶性别由男变女，全世界都变成夹子音了。从前谭爷爷喊小叶子中气十足，荷叶，然而现在却是这样喊荷叶妹妹。荷叶过来，我在出差的天，你们的姐妹有没有好生吃竹子？哦，荷叶是妹妹哦，以后就不能喊自己啊。这嗓子家的叶子听了满脑袋问号，爷爷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更搞笑的是姨姨们的态度转变，想叫荷叶妹妹，但不知怎么就是很难开口。荷叶妹妹，真的很想笑。哎，我好自己都想笑，哎，干脆还是喊一天弟弟算。还要喊妹妹，要习惯啊。要习惯哇呀，我习惯不到的嘛。怪只能怪这妹妹实在太牛高马大，而基地比粉丝先一步接受这个事实，第一时间悄悄更换了叶子的名牌。
不仅将性别改为了雌性，甚至连夜删除了女明星吃蛤蟆的经历，就连原先黑不溜秋的照片也进行了美白。以前的介绍是憨憨，现在却是淘气活泼，只能说荷叶以前做的事情太挂了，毕竟谁家妙龄少女会抓蛤蟆玩呢？曾经以为这小子调皮捣蛋，甚至还觉得他有一丝勇敢胆大，可如今戴上一层女雄滤镜后，姨姨们眼中的小叶子成了实打实的颠簸。还有粉丝开玩笑说，正因为荷叶吃了青蛙，才一夜之间从王子变成小公主。如今晋升为女明星后，荷叶也开始注重形象管理，就连干饭都变得温柔适时。莫不是忘记了以前的他毫无偶像包袱，拉粑粑都要站在高空被两脚兽全场围观。要知道呱里呱气的小叶子体格健硕，打小就是韭菜花叶的爬树担当。花花还没抬腿，荷叶就恨不得一溜烟爬上了树顶。谁家的女熊像个泼猴，并且荷叶闲来无事就要挑衅姐姐，动不动就对着花花来一段舞狮，可对方压根不爱理会，毕竟花宝鸡只是战五渣，还没颠到这个地步。顿感无聊的瓜妹只好纠缠花花，对方只是在小角落拉粑粑，小叶子也要趴在姐姐身上强势偷窥。对瓜甜甜来说，姐姐可是按摩椅，这么大的场地她哪也不去，非得坐姐姐身上贴贴耍起无赖。叶甜甜还熊熊祟祟逮着机会就要吓唬熊。当对方安静干饭时，荷叶一记猪猪猛冲扑上头，吓得花花放出重重狗，并且荷叶还喜欢聊游客，对粉丝的任何要求都是有求必应，甚至还主动献上飞吻。这一吻令她彻底成了万千少女的心上熊，还有着熊界黄宗泽的绰号。只是现在看来，总感觉哪里有点怪怪的。难怪粉丝们迟迟不想加子音叫荷叶妹呢，实际上还是不敢承认瓜弟变瓜妹的现实。直到看见江爷爷深夜陪伴福宝，才明白这3年来他付出了多少爱。即便到了下班时间，江爷爷还是不愿回家。离别在即，他想再陪孙女久一点。爷爷哽咽着告诉福宝要回国的消息。너 가는 날이 정해졌어. 4월 초에 갈 거야. 그리고 속상해서 어떡하지? 응? 아버지가 많이 속상한데. 为了多看几眼宝贝孙女，江爷爷还专门打开了灯。아버지가 불을 좀 켰습니다. 저거 얼굴 보고 싶어서. 他珍惜着爷孙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毕竟不久后看一眼孙女的脸都是奢望。如今福猪猪开始为回国做准备，这周他正式搬到妈妈和妹妹的301房间，而爱宝则去往了大女儿的201房间。一是方便爱女士和双胞胎出外场，因为福宝要上半天班，并且3月将停止展出；二是让小家伙在最后的2个月熟悉妈妈的气味。爷爷和福宝在这里度过在寒的最后时光，陪着孙女完成隔离检疫工作。事无巨细的江爷爷生怕宝贝不习惯，特意将猪猪最爱的小床搬来了，并向孙女解释着最近的种种变化。 소바오랑 방을 바꾼 거야. 맛있게 먹고. 할아버지가 직접 올 거니까. 他故作轻松的口吻下，却藏着落幕不舍。而江爷爷如今大部分时间都在陪伴福宝，他尽可能留下有关宝贝的独家回忆。就连宝家族的熊猫频道也几乎全是孙女。福宝最近迷恋上自己的树上小别墅，总喜欢打包大把竹子上去干饭。爷爷每每看到都要疯狂输出彩虹屁。 소바오 멋진데. 멋져. 아, 마음에 들어. 소바오가 멋지게 나무 위로 올라갔어요. 即便福猪猪已经200多斤，但江爷爷依旧担心大孙女吃不饱，经常来投喂加餐停不下来。此时福宝手里还拿着胡萝卜大快朵，老姜还硬塞窝窝头到孙女手中，只能说有一种饿是爷爷觉得你吃不饱。然而江爷爷临走之前还不忘宠溺地摸一下孙女的大脑壳，福宝则乖乖地仰起头，回味刚才和爷爷的近距离接触。福宝不明白自己即将离开，但他同样深爱着将自己带大的爷爷。 当坐在树上的小福看到爷爷抱着竹子前来的时候，他立马匆匆下树，却还是迟了1秒。福宝肉眼可见的伤心，压根不舍得对方离开。平时吃饭时，他也要盯着爷爷看，充满爱意的小眼神，就连江爷爷都不好意思了。 아이고, 그냥 먹어. 할아버지 안 봐도 돼. 余下的2个月是爷孙俩最后的时光，相信江爷爷定能给福宝一段难以忘怀的回忆。大熊猫卖惨奶加强，论坑爹高手当属影帝林岩。他又要去玩冰去了，你真的要让我死往上吗，林岩？ 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我真服了。忙着整活接客的胖妍最近开辟卖惨之路，然而奶爸却成最大受害者。寒冬腊月天，胖妍一屁股坐在水池里，眼看游客们举起手机疯狂拍摄，这小子内心 OS 还不够惨，于是加大火力拿起大冰块往嘴里塞。可怜的林岩食不果腹，瘦的只剩300斤了。目睹全过程的奶爸已经想到第2天被网暴的场景，但这已经不是这小子第一次卖惨。 先前他还叼着冰块坐滑梯上演戏，做雪地卖惨吃狗尾巴草的场景，更是令两脚兽心疼不已。戏精小熊甚至还抓着枯草大快朵。只能说林岩绝对有进军好莱坞拍电影的潜力。另一位显眼包振声作为胖妍的同班同学，在卖惨方面也是当仁不让。吃冰卖惨的他是想让奶爸奶妈4往上吗？如果说林岩振声单纯为了整人，
那祈福一定是别有用心。为了多喝一口盆盆奶，他有事没事就带着孩子在笼子里磕头卖惨。入戏太深的祈福眼神动作都十分到位，感觉下一秒就要掉小珍珠了。心想看在孩子的份上给点吃的吧，奈何帮手不给力。演到一半，熊孩子钻到妈妈怀里找奶喝，气得大阿福扭头走熊。不过熊猫圈的卖惨鼻祖绝对是秦月，他的装瘸技术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级别。只见人家艰难地拖着2条腿前行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不信这一切都是假的。结果秦韵下一秒就瞬间痊愈，他在得逞之后还露出了淡淡的笑容。还有小奇迹最近迷恋上吃草，旅外多年归国吃不饱饭，这一定是第2天的头条新闻。兢兢业业照顾国宝的饲养员十分无奈，尤其是将窝窝头投喂到小奇迹嘴里的王奶爸，这下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而堂堂西直门3太子蒙来也过上了吃草的悲惨熊生。北栋的铁窗生活太过艰苦，连大明星都得靠吃树根度日了，很难不让人怀疑趁机越狱才是他的真实目的。毕竟这小子可是有案底在的小熊。梦儿的2哥也在卖惨方面颇有心得，只见他手握青草大快朵颐，实则嘴里没吃进去一点，只可惜被2脚兽拆穿后气得一屁股祖熊。内心 OS 看破不说破，这点礼貌都不懂啊！卖惨都被熊猫演绎得炉火纯青。滚滚们的下一步计划不会是拍电影吧？看到小奇迹如今肆无忌惮的撒娇，才明白他回国后真的被宠上了天。这天王奶爸为给小奇迹加餐喊破喉咙，可仔仔还没玩够，于是甩给奶爸一个不屑的眼神，因为受不了唠叨还对着镜头翻起白眼。内心 OS 还让本熊吃，真的吃不下了。本以为吃喝不愁是滚滚们的熊生典范，结果看到小奇迹被饲养员宠溺，才真正刷新了2脚兽对国宝大熊猫的认知。正因如此，小奇迹才能愈发放飞自我，毫无形象的躺地上饲养8叉呼呼大睡。小家伙一睡就是2个小时起步，贴心的王奶爸一直陪伴左右，还掏出手机记录下宝贝的豪放睡姿。他本想叫孩子东西，可仔仔困意依旧翻了个身，便继续进入梦乡。就连姨姨们的叫醒大军也喊不醒这小子。要知道动物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会露出肚皮，足以可见小奇迹已经完全适应了家乡环境。还记得仔仔刚回国是蜷缩着身体睡觉的，看起来很没有安全感，单单是坐在小角落就显得很孤单。还好他在奶爸奶妈的爱意下被一点点感化，如今终于能肆无忌惮的玩耍，想吃就吃，想睡就睡，不用顾及任何人。以前都是饲养员用笋引导小家伙回家，如今到了下班时间，仔仔都是主动进门。而当宝贝独自在外场营业时，顿感无聊的他还会主动找饲养员。只见仔仔偷偷扒门看奶妈奶爸在干什么，还知道侧着脑袋一只眼睛瞄里面，这和当年他在滑动时看到饲养员就躲的样子判若两雄。可见小奇迹眼中最亲的还是自家人。昨天大雪降临到神树坪基地，仔仔听到隔壁院子传来奶爸奶妈们打雪仗的声音后，原本在雪中漫步的他赶忙来到墙根旁听。可以看出小奇迹也很想参与其中，因为奶爸奶妈给了他数不尽的安全感。仔仔真的很喜欢和人类互动，就连吃笋他也要坐在门口。小家伙甚至还时不时的回头看一眼饲养员。当王奶爸去沟底清理卫生时，小奇迹立马迫不及待地赶过去帮忙，还顺便展示了雪上滑草技能。即便是在外场也挡不住仔仔想要贴贴。小奇迹本来还在疯玩乱跑，转头看到奶妈在注视自己后又溜到墙边，因为太开心还现场表演芭蕾舞蹈转圈圈。单从小奇迹的态度就能看出奶爸奶妈对大熊猫有多用心，可见国内绝对不乏好的饲养员。也正是他们用爱治愈了小奇迹不幸的童年。果然谁带娃谁崩溃，宋爷爷也不例外。摊上调皮的瑞宝辉宝他彻底摆烂了。这天双胞胎姐妹花又开始搞事情，大冬天溜进水池玩耍，被浇成落汤鸡。宋爷爷只好亲自下场捞孙女，他一手一只30斤重的小胖猪，整个人表情狰狞，咬牙切齿，满脸都写着愁。宋爷爷怎么不笑了？是天生不爱笑吗？毕竟前几天老宋还在嘚瑟收猫，整天换着花样陪2个小家伙玩耍，不是扮成怪兽张牙舞爪吓唬孙女，就是来个正面举高高，连曾经和福宝玩的捉迷藏游戏也安排上了。老宋带娃主打的就是能抱就抱，能撸就撸，对2个小孙女爱不释手的他已经无法自拔，真的很怕小家伙被爷爷抖吐奶。宋3岁还会假装睡着逗孙女开心，结果宝贝刚刚靠近他就装不下去了，还趁机将小家伙搂在怀里不停贴贴。长此以往，小孙女们也对他避之不及。这天辉宝一出外场就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喂喂，哇，当当。宋爷爷叫的声音越大，小家伙跑得越远，心想我可不要李显眼包爷爷，总感觉宋老六比不到半岁的孙女还要皮，多1岁都是对他幼稚的不尊重，1带2根本不在话下，一点也没感觉到累，甚至还能边打扫卫生边唱歌，只能说当时笑得有多欢，现在就有多惨。宋宝一想到那2个上蹿下跳的大孙女，连眉毛都皱成了褶子，而年纪大一些江爷爷显得成熟很多，只是身体素质比不上老宋。自从爱宝出关后彻底放飞自我，也许是憋了半年，他要报复性的狂了。艾女士只要出门便自顾自往前走，直奔小饭桌，一点不管身后的娃有没有跟上。实在看不下去的江保姆不得已上线带娃，
为了哄梁小智顺利上班，老姜使尽浑身解数，嘴皮子都快磨破了。眼见孙女还是一动不动，他只好亲自出马将孩子抱回去。从表情就能看出姜爷爷此时有多无奈。果然，偶尔带娃和全职带娃还是不一样的。爷爷打扫卫生时，孙女也要缠着。如今的他走路都要扶着老腰，再这样下去，老姜真的要申请工伤了。姜爷爷甚至还要负责哄睡的工作，将孙女们一边一个放在木架上休息，直到梁小芝熟睡，他才能歇口气。带娃生活让2位爷爷心力交瘁，但他们收获的快乐却远远超过劳累。也许这就是长辈无私的爱吧。看到爱宝和奶爸们无障碍沟通，才明白他到底有多聪明。艾女士发出咩咩叫就是饿了，和闺女心有灵犀的老宋立马起身，不顾瑞宝和辉宝的阻拦，也要赶过去给闺女加餐。而当姜爸来陪宝贝闺女时，艾女士依旧展现出自己的语言天赋。당근 다 먹었네. 죽순은 남겼어. 无论奶爸们说什么，爱宝永远都会接住对方的话，茶有问有答。要知道宋氏卫是出了名的话痨，福猪猪和瑞宝辉宝都对他避之不及，只有艾女士能配合奶爸。老宋拿胡萝卜投喂来讨好宝贝，他不仅彩虹屁不停，还模仿对方的咩咩音。 아이고 이뻐라. 예뻐요 예뻐요. 빨리 열어주세요. 아이고 빨리 열어주세요 하는 거지. 没想到爱宝听到后也发出颤音回应奶爸。遇到自己不感兴趣的竹子时，他也能用独有的方式表示拒绝。当爱宝尝了一口，感觉不合胃口，直接走熊。老宋还在原地唠叨，试图挽留。实在看不下去的艾女士直接用语言回应对方。 열심히 움직여. 열심히 발산해. 잘하고 있어. 除此之外，爱宝还会发出呜呜声。他和外场营业的福宝一门相隔，得知对面是宝贝女儿后，没有叼着瑞辉兔，而是留下来陪着福猪猪，并发出思念孩子极为低沉的声音。当爱宝找不到孩子时，还会抬头看向奶爸，发出阵阵的汽笛声，像是在说愣着干什么，快去帮我找回来啊！然而如今艾女士出外场终于能摆烂，每次不想带娃，她都往地上一趴，直接堵门，还发出嗯嗯叫示意奶爸收猫。没几分钟，对方就会自觉前来。过上神仙般日子的她，终于可以睡大觉。爱宝自然会发出不用看孩子，而发自内心舒服愉悦的咩咩叫，因为足够被爱，所以能肆无忌惮表达自己的需求。艾女士还能听懂人类语言。只见熊舍只有她一人在场，眼见四下无人，女明星彻底摆烂，躺竹子堆睡觉。将奶爸看到后都忍不住笑出声。 알사님, 알사님, 이불을 덮고 드시는 거요? 原本呼呼大睡的爱宝立马惊坐而起，连表情都很慌张，内心 OS 完了被你们看到了。爱宝和奶爸之间一个眼神或是声音都能秒懂，这早已超越了熊猫与饲养员之间的关系。看到小奇迹在雪中惬意吃竹子，才明白回国后奶爸奶妈给了他多大的关爱。雪景配帅熊的画面治愈无数两脚兽，得知仔仔能如此放松，姨姨们也就放心了。刚回国时他还蜷缩在小角落吃竹子，如今小奇迹能在外场大口吃竹子，足以可见国内饲养员对他的照顾有多尽心。每当宝贝不愿出外场时，饲养员都会拿来笋笋给小家伙铺路。看到小奇迹眼巴巴望着自己，即便对方还没出门，奶爸也要给仔仔一根解馋。之后他还拎着一大桶新鲜竹笋，在院子里摆放了48根，只能说有一种饿是奶爸觉得你饿。奶妈也将小奇迹视为掌中宝，只要仔仔在外场睡大觉，他总会第一个举起手机记录下宝贝的睡姿。看到小家伙独自一熊在外场营业，奶妈也担心宝贝无聊，经常趴在墙上陪对方唠嗑。小奇迹每次看到都会飞奔而去。狼奶妈给小奇迹加餐时也是笑容满面，她真的将熊猫当成自己的孩子般宠爱，而她也在饲养员的宠爱之下愈发恃宠而骄。当王奶爸呼唤好大儿吃下午茶时，没完尽兴的小奇迹直接赏对方一个大大的白眼，心想喊什么喊，没看见我在干正事吗？这或许就是在家人面前该有的底气吧。仔仔一出外场就开始呼呼大睡，想当年他还是个兢兢业业上班的小熊，如今却过上了摆烂熊生，直接敞着肚皮一动不动。奶爸和粉丝齐上阵也喊不醒这小子。小奇迹更是不知偶像包袱为何物，谁家顶流男明星边睡觉边拉青团啊？不过更为炸裂的还得是，这小子扒拉着新鲜出炉的青团，看到这一幕，姨姨们的帅熊滤镜都要碎了。出外场短短1个月多的时间，小奇迹就从听不懂家乡话的社恐小熊，成了放飞自我的显眼包，足以可见奶爸奶妈们在背后的付出。而小奇迹的爸爸妈妈也更新了动态，时隔多日未见，美香依旧是优雅的大美女。只见她四处迫不及待寻觅着竹笋，大口干饭的同时还不忘欣赏优美的雪景，雪花飘落在她身上，美得令人陶醉，一点都看出岁月的痕迹。在中心发布的图片中，也能明显看出美香之前大到拖地的肚子，经过专家治疗后腹水已经肉眼可见的好转，而大帅熊天天也愈发圆润，肉乎乎的身躯比之前还多了一分可爱。
他还对着镜头展示憨憨的笑容。美香一家生活状态这么好，宝贝们已经完全适应了老家的生活，挂念他们的两脚兽也就放心了。盘点福宝的10大美德。一孝顺，福猪猪为抢走艾女士嘴里的窝窝头，动不动就给老妈一个大比斗。别家小熊都是24孝好孩子，这小家伙表达爱意的方式真是与众不同。哪怕福宝和艾女士同时争抢果果，母女俩也是互不退让，谁都不服输。小家伙即便被妈妈压成了松狮，也要龇牙咧嘴。主打的就是一个果果面前无母女，鬼鬼祟祟偷走妈妈的竹子，模仿爷爷吓唬爱宝也是常有的事。只能是福宝真的太费马了，二尊老爱幼，即便福猪猪有2位爷爷，也不够他折腾的。小福不是抱着宋爷爷的手臂啊呜一口，就是拿着竹子往老姜脸上打。当2个小土豆妹妹待在门后面时，福宝闻讯后立马上前整茬，一嗓子就将瑞宝和辉宝吼得一动不动。3文明，福宝虽拥有天使般的面孔，但性情泼辣。当宋侍卫没将竹子递到嘴边时，猪猪气不打一步来，当场口吐芬芳。不知道小家伙在骂什么，反正挺脏的。4守时，有着敬业福之称的猪猪，一到下班时间就不肯回家。2位爷爷软磨硬泡，请不走在外场宠粉的孙女。5爱护花草，艾女士曾经有个4季如春的花园，只可惜摊上了福宝这个大孝女。经过小家伙的长期践踏，小花园直接成了黄土高坡。6讲卫生，本以为顶流女性福宝很爱干净，却没想到私下是个邋遢熊。每当爷爷去内舍看完福猪猪时，总能看到他仰八叉躺在青团堆里睡大觉，并且福宝还专注于挖煤采矿事业。原本娇滴滴的小美熊，成了浑身是泥点子的锅巴公主。7情绪稳定，不知触碰到公主的哪根逆鳞，她上一秒还是乖乖小熊，紧接着便上演发疯文学。不仅竹子被福宝全部掀翻，就连爷爷刚种上的小树叶惨遭折断。8懂礼貌，当话痨上线的宋爷爷唠叨时，换做艾女士一定乖乖配合仔细聆听，但福宝连装都不想装，小家伙直接翻个白眼给爷爷看。9节俭，原本还在认真挑选竹子的福猪猪，转头看到宋爷爷拿着美食前来，此时满脑子都是香甜可口的胡萝卜，于是立马将嘴里的竹叶吐了出来。10勇敢，别看小家伙有足200斤，实际上却是个实打实的胆小鬼。福公主美美如厕时，却听到沙沙的声音，直接吓得这小家伙一激灵，转头一看才发现是青团碰到了树叶。知道福宝不勇敢，但没想到他会胆小到这个地步。姨姨们眼中他所有的缺点都是优点，毕竟谁能不喜欢可爱搞怪的蹲胖妮呢？看见顺顺因为见不到奶妈崩溃大哭，才明白这些毛孩子其实什么都懂。饲养员兰姐因出差休假5天，顺顺连续几天看不到奶妈身影，抑郁万分，就连手里的竹子都变得不香了。因为她感受到奶妈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所以当见不到时才会害怕对方不要自己。这一刻顺顺就像是丢了糖果的孩子。得知情况的奶妈万分焦急，处理好手头工作，第一时间赶回去看顺顺。我这休假了1天呐，宝给你们做玩具呀。听到兰姐声音的那一刻，顺顺终于开心的咩咩叫，还不停扒拉栏杆想要和奶妈贴贴。往常一身反骨的她成了乖乖小熊，不仅对奶妈言听计从，就连吃播时都忍不住靠近对方。熊猫不会说话，但顺顺的眼神里却是满满的爱意。然而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，没多久到了兰姐的正常下班时间，正在吃竹子的她听到后瞬间呆滞，生怕对方又要丢在自己离开。顺顺虽没有大吵大闹，但从眼里含泪的神情就能看出不舍。奶妈离开之际，她的眼神也不自觉地跟随，直到对方离开后还在直勾勾地盯着。因为太过伤心，顺顺忍不住大口喘气，肚皮也随之上下起伏。好在第2天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奶妈，她才平复下来。顺顺虽然时常调皮捣蛋，但谁对自己好她是明白的。要知道顺顺的童年十分坎坷，那时的她又黑又瘦，打架也打不过其他小伙伴，平时只好吃着对方不要的垃圾。长大后的顺顺苦尽甘来，遇到了把她捧在手心里宠爱的奶妈。或许是为了弥补顺顺童年的不平，兰姐动不动就给这小子做玩具，需要几千帧的编织玩具都是她亲力亲为。虽然过程繁琐，但在奶妈眼里，孩子玩得开心比一切都重要。而在其他熊猫吃竹子的时候，奶妈不厌其烦地给顺顺制作水果串串，各种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从没重样过。从前没被重视的她，终于在奶妈身边体会到被爱的滋味。在奶妈的宠溺下，顺顺愈发猖狂，还有了2少爷的架子。兰姐看到葛优躺的孩子后，温柔细语：“我的2少爷啊，你这啥姿势啊？起床啦！起床啦！”当兰姐上班前先叫哥哥起床时，这小子当即化身吃嘴，只允许对方偏爱自己哥哥也不例外。顺顺在这里可以肆无忌惮地放飞自我，还有吃不完的美食，玩不完的玩具。正因为奶妈的爱，才让他过上了王子般的生活。这就是饲养员跟熊猫的双向奔赴吧。万万没想，旅居卡塔尔的大熊猫四海，日常生活简直是公主偶像剧照进现实。当其他小熊挤在狭小的行军床时，四海公主则在180平的床上醒来。本以为是电视剧浮夸了，但她用实力证明打工也能有公主般的待遇。
这张大床大到离谱，估计十里八乡的亲戚来了都能睡得下。在看到四海之前，姨姨们还以为私家的床是熊猫圈天花板，毕竟还有着鲜花和玩偶点缀，结果还是被卡塔尔毫无人性的宠猫方式刷新了。而这还只是四海公主生活的冰山一角。要知道，故宫面积有15万平米，四海的场地就足足12万平米，相当于6个卧龙基地。偌大的场馆只有她和晶晶俩熊，空闲的房间也让小家伙根据心情换着住。要知道，滚滚怕热，喜欢潮湿的生活环境，卡塔尔为了让四海有家乡的感觉，直接斥巨资制备一套温控系统，并且气温还是和四川卧龙实时同步。四海的场馆内还有清澈见底的游泳池，小家伙很喜欢坐在里面泡澡。为保证水池干净，饲养员每天都会更换清水。卡塔尔可是水比油贵的国家，足以可见他们对大熊猫有多么重视，并且卡塔尔生怕四海不习惯当地的竹子，还不惜从四川给宝贝空运带来黄金竹。这生活国内大熊猫看了都羡慕不已。卡塔尔也考虑到四海不适应国外生活，直接打包了他在四川卧龙时的专职饲养员，像极了古代公主带着嬷嬷去异国和亲。四海虽然旅居国外多年，但他只听得懂四川话，就连中国游客说的普通话也是置之不理。于是卡塔尔饲养员们被迫学起了四川话，就连馆长也不例外。熊猫馆也没有限制四海的活动，他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，宝贝能自由进出穿梭在场馆的每个房间，因此四海经常在营业期间独自回到内舍加餐，饲养员还会为他预留好美味的窝窝头。四海是喜欢爬树看风景的小熊，卡塔尔气候炎热干燥，不适合熊猫出外场，于是他们还特意在场馆种上参天大树，满足小公主登高的愿望。卡塔尔真的在力所能及给熊猫最好的生活，将四海养得白白胖胖，毛色锃亮，却还是有亲戚们都说他被困在了金丝笼。可四海真的很享受异国他乡的奢靡生活，自由可贵，但金钱的味道属实令熊把持不住啊。原来荷叶早就适应了自己的女熊身份，被姨姨们喊帅哥，满脸写着不乐意。荷叶，你好帅哦！此刻叶甜甜紧皱眉头，望着眼前2巨网的游客，心想：你没看新闻吗？我现在可是女孩子。以前的她经常用飞吻撩拨粉丝，如今女生身份合适后，只剩下卖萌，甚至小淑女连走路都尽显优雅气质。只见荷叶在雪中神情坚定地向粉丝走来，举手投足之间尽显温柔，普普通通的草地都成了她的 T 台秀场，大雪纷飞又为美女增添了几分温婉，而她对姐姐花花还是一如既往的体贴。这天荷叶像小朋友般端端正正坐着，结果姐姐一个大头就钻进怀里，叶子直接将脑袋倚靠在对方身上贴贴，换做以前估计花宝鸡又得被叶子一通乱揉。之后叶甜甜还为姨姨们展示芭蕾绝技，只见她坐在树上拉伸的样子，竟然还真有一种芭蕾舞者的风范。即便在吃果果，她也不忘保持女明星的优雅，一口一口细嚼慢咽的，全然不见之前爆盆吃的鲁莽样。而关于叶子变女生一事，她身边人的态度更是180度大转弯，尤其是花叶姐妹俩的金主爸爸。要知道调皮的荷叶之前经常霍霍院子，还曾一不小心弄断了一根小树。对此金主爸爸回复荷叶放心，非出事自己背，迫不及待和好大儿撇清关系。不过没几天，花花也弄断小树，还被两脚兽拍下发到网上围观。没想到证据都摆在眼前，金主爸爸还是睁眼瞎维护花宝鸡，他是在亲吻小树，甚至还造谣小树心甘情愿被女明星折服。金主爸爸简直就是妥妥的女儿奴。如今知道叶甜甜的真实身份后，立马发文给足了新晋小公主牌面，甚至还立马改口要为当年的账单买单。除此之外，谭爷爷的态度转变也很明显，以前喊荷叶时中气十足，和夹子音叫花花形成强大的反差。如今看到小孙女就情不自禁的姨母笑，声音更是不自觉的温柔起来。估计叶子都得怀疑熊生了，心想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爷爷吗？然而对于这一转变，粉丝是最难适应不了。毕竟荷叶之前的霸总形象实在是过于深入人心，以至于姨们一不小心喊成了弟弟。荷叶接下来上班的北动更新丫丫最新视频，长公主即将迎来在家的第一个春节，鸭宝今日出场的方式竟与往常不同。只见他一头扎进竹筐埋头干饭，新鲜美味的食物怎么都吃不过，内心 OS 这小竹篮刚好能装下我完美的大眼。爱马仕小篮子的胡萝卜也不能放过，鸭宝一口咬住，还熟练的扒拉下绳结。即便奶爸奶妈又新添了丰容玩具，但对于一心只为干饭的丫丫却是形同虚设。回顾以往公主每个视频都会出现各类玩具，只可惜全成了她吃播之路的背景板。随后丫丫又拿起一旁的大竹笋，吃尽美食的她还展示了迪拜式吃法，一口咬住笋皮又毫无犹豫的立马吞下。看来长公主已经适应了家里的奢侈生活。香甜可口的笋笋戳中了鸭宝心巴上，小甜鸭还对着镜头吧唧嘴向粉丝分享快乐。
这俊俏的小脸蛋绝对是女娲最美的杰作。要知道，丫丫打小就是远近闻名的美女，异国生活的她却变得消瘦，熊皮大衣也没了光彩。好在归来后涅槃重生，仍然是嘎嘎漂亮的长公主。北洞饲养员们个个尽责有爱，在他们的照顾下，丫丫困扰多年的皮肤病如今已经痊愈，以前的沟壑完全消失不见。就连长公主入口的食物，也是奶爸精心挑选又认真清洗的。正因为鸭宝每天营养餐吃不停，这才逐渐长膘成了肥嘟嘟的小胖鸭。丫丫还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大院子，感觉这里四季如春，永远都是绿莹莹的。优美的景色令萌懒养的小鸟也忍不住驻留，动不动就来串门，还为长公主一展歌喉。美食美景还有歌声，如此惬意自在养老生活，也算是弥补了鸭宝旅居国外多年的遗憾。然而北洞可不是为了流量，才对丫丫这位功勋国宝照顾有加。饲养员对所有熊猫都很偏爱。上周丫丫还迎来了新邻居，谷谷年事已高，便搬来卫展区养老。本以为谷大爷不在营业后看不到他，结果北洞主打的就是个一视同仁。每周四官方也更新谷大爷的固定节目，他的院子里同样绿意盎然。即便谷谷年纪比丫丫还要大，饲养员还是为他准备了很多分木，就连萌完同款毛巾也帮大爷晾上。相比丫丫大口炫着嘎嘣脆的竹笋，谷谷倒是很优雅，每吃一口都要细嚼慢咽，就连上镜的角度也是侧颜杀。曾经的保安队长要进军不老男神了吗？丫丫和谷大爷生活的这么幸福，相信北洞并不会亏待了每一位小熊。手掌受伤不凶不闹，安安静静躲在树上。大熊猫荷叶懂事到有多让人心疼。18日，有游客发现小叶子手掌受伤，2道大口子清晰可见，隔着屏幕都感觉到疼。受到影响的荷叶也变得食欲不振，甚至前2日下树的时候还不小心摔了一跤。而刚从春晚彩排赶回来的谭爷爷来到外场，就及时发现了叶子不对劲。他看着躲在树上的小家伙，满是心疼，一遍又一遍喊荷叶下来去检查伤势。荷叶即便身体不舒服，但也很听话。只见他忍着疼痛满满下树去找谭爷爷。谭爷爷带着小叶子回内舍治疗，当天下午便没让他出门营业。还好这次谭爷爷和游客及时发现，不然懂事的荷叶又得忍上好几天。以前荷叶若是摔了一跤，都会恼羞成怒，像个受委屈的孩子般找花花贴贴。可当他真正不舒服时，却只会默默转身，远离姐姐和两脚兽，独自一熊待在小角落。荷叶真的一直都是个乖乖小熊。当他看到谭爷爷来到外场时，本来在树上的他还兴高采烈地找爷爷。可小叶子与姐姐不同，它具有一定危险性。本来在喂花花苹果的谭爷爷只好一溜烟逃跑。熊猫不明白什么是近身接触，满心欢喜的荷叶瞬间落寞，但他不吵也不闹，依旧像以前那么懂事。每当看到谭爷爷的到来，这小子总是面带笑容，就连果果都比以往还要像。小叶子虽然是弟弟，但他却像哥哥一般照顾着姐姐，即便自己还在睡梦中，却依然会下意识将花花搂入怀中。作为瓜弟弟的他总喜欢逗姐姐，动不动就要舞狮在花花面前蹦迪，可他却没一点伤害对方的意思，从始至终都没碰到花宝鸡的一丝一毫。前段时间姐弟俩在外场营业时，叶子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便挡在姐姐前面，这一举动却遭到某些粉丝的不满，他们大声驱赶合一。小叶子听到游客的恶意攻击后，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会扭头离开，待在树上默默伤心。小叶子还以为自己做了错事，才会遭到这群两脚兽的区别对待。虽被恶意相待，但他对游客却始终真心。荷叶为了不辜负粉丝，会冒着大雨营业，还将脑瓜埋起来避雨。不过当叶子听到小朋友的呼喊后，会第一时间抬头回应，寻找着声音的来源。一向懂事的他是那么令人心疼，如今只希望小叶子能够尽快康复。陈圆润女士究竟是什么开朗小熊？晃着小脚宠粉的样子简直不要太可爱。几日不见，小狗颜值仍在巅峰，肉嘟嘟的富态脸蛋子直往下垂，连朵朵也是别具一格的可爱。圆润动不动就要征服大树，昨天还拽着木架使劲往上蹦，尝试了好久才得以成功。很难不怀疑美妞坐月子时吃多了。作为熊猫圈女神的小狗，它毫无形象可言，整天抱着小脚丫啃来啃去，坐久了还随时变换着姿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圆润在剔牙呢。小狗从始至终都像个孩子般顽皮，对世界有着浓浓的好奇心。它在小时候更是可可爱爱，是熊群中一眼能认出来的那种。要知道圆润和小伙伴组成挖煤三巨头，集团成员虽然都是脏兮兮的，唯独他面带囧字，一副可怜兮兮的小狗模样。当饲养员给3小只加餐的时候，淼淼和奥利奥首当其冲，一口咬住果果，而一旁的圆润抢了半天，抢了个寂寞。他给人一种很忙不知道在忙什么的错觉。小狗委屈巴巴看向镜头，又难过到哭泣。圆润小时候还特别热衷于越狱，大半夜也要去找淼淼贴贴。聪明的他还知道将屁股对在栏杆中间，小家伙一点点钻过去，终于目的得逞。然而小狗还有个猪八戒的绰号，他在干饭时间上也要扛着一个耙子。本以为这只是圆润的装饰品，结果他吃完竹子后竟抱着工具大口啃起来。即便圆润当妈后还是幼稚小孩，人家的妈妈是母爱爆棚，可小狗却将孩子们当成丰容玩具。干女儿花花和他在一起玩闹时，圆润紧紧搂着对方不撒手，尽管宝贝被他压得面目全非，一个劲拒绝，可小狗还是不管不顾，非要吸闺女一口。
如此窒息的母爱花花表示大可不必，教闺女避雨的方式也是极为奇葩。只见小狗带着花花爬上木架，明明有小亭子也不躲，而是趴在木架上藏头露出小屁屁。原来它才是熊猫圈固头不固定的开创者。而当母女俩排排做干饭时，王者速度的圆润分分钟炫完。他看到干女儿磨磨唧唧后一把抢走，内心 OS 吃个竹子这么费劲给妈吃，难怪圆润小狗会童颜依旧。内心开朗的他至今还是个小孩呢。